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冲突1周年，俄乌的伤亡数字究竟是多少？俄乌战争呢已经进入了第2个年头，双方的伤亡人数是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媒体上有各种各样的推测的数字。西方媒体呢是乐于谈论俄罗斯的损失，对乌军的伤亡呢长期以来就只字不提，但纸是包不住火的。俄军事政治分析网站2023年的3月3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个数字进行了比较详细而完整的分析。外国媒体报道俄罗斯的损失的时候，时常信口开河。意大利的媒体 Analisi di Fesa 在关于俄乌阵亡人数的把戏仍在继续一文中写道，据 BBC 的统计，从2022年的2月24号到2023年的2月，俄军阵亡了13030人，其中924名动员兵，855名瓦格纳私营军事公司的人员，1665名军官，包括4名将军和55名上校。这比乌克兰英美的评估要少得多呀。他们在2023年1月份宣称，俄军阵亡的是10到13.3万人。2022年末，据挪威将军克里斯托弗森的统计，俄军有18万士兵伤亡。通常平均阵亡一个人的话，会有2到3个人负伤。那么这样一来，阵亡者的数字应该是6到9万。美军参谋会主席米利上将认为，俄军被消灭了10万人。乌军总参谋部宣称，俄军超过12.2万人阵亡。美国国防部说，俄军伤亡18万人。美国的媒体1945在2022年8月份宣称，俄罗斯伤亡12万人，也就是4到6万人阵亡。纽约时报在俄乌冲突1周年之际认为，俄军伤亡20万人，其中不可逆的损失7到10万人。意大利媒体 Analisi di Fesa 引用不能确认的以色列的消息来源说，2023年1月14日，据所谓的摩萨德的统计，俄军阵亡18480人，负伤4.45万人。乌军15.7万人阵亡，23.4万人负伤，以及美英234名军事顾问，北约国家的2458名军人和5360名外国的志愿者或者是雇佣兵。因此关于俄军损失的数字千差万别，从所谓摩萨德的1.848万人到乌军总参谋部的13.3万人。俄罗斯将军损失的数据差4倍，从 BBC 说的4名到乌军总参谋部说的20名。这就是说，没有人准确的了解俄罗斯究竟有多少名军人，包括将军阵亡。如果俄军损失真正的超过了10万人的话，所有相关情报部门一定都会有核实的材料。这个不可靠的摩萨德的记录说乌军有302架飞机被击落，这个与俄方的数据大体一致。2023年的2月26号，俄公布是390架飞机，这证明基辅的确损失了300架以上的飞机，稍稍有点误差。消灭俄军10万名士兵，这相当于杀死美军在欧洲驻扎的所有的士兵，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基辅当局宣称做到了不可能之事。但是早在2014年到2016年就发现基辅当局在损失方面撒谎。俄军的领土损失也不像某些西方媒体宣传的那么大。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数据，截止2023年的3月，俄罗斯控制着乌克兰2014年前的领土的17%，前一阶段曾经达到22%。那这就是说，俄罗斯只放弃了之前解放领土的5%。乌军的损失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女士谈到过，乌军阵亡了10万人，这个让基辅很生气。尽管冯德莱恩并不能接受乌克兰冲突的秘密情报，但基辅如此生气说明这个冯德莱恩说出的是真相，或者是比较真实的数字。乌克兰当局迄今为止确认的是自己的损失不超过13000名士兵。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要禁止18到60岁的乌克兰的男性公民离境？乌克兰让26万军队投入战争，
不算是他的国家边防局、国民警卫队、安全局和内务部，而是6万士兵减去13000名阵亡者，也就是说24.7万人还活着。以这些力量是足以继续战争的。但是泽连斯基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要宣布普遍动员，并且10多次的进行征兵。乌克兰强力部门的总人数超过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地府的兵力。俄军违反所有军事战术规律，以少量的兵力对躲在钢筋水泥工事和筑垒建筑物中数量更多的敌人成功地发起了进攻。乌军及其西方庇护者最大的问题是前苏联型号的火炮的弹药不足。北约专家遍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塞尔维亚、波黑所有的仓库，寻找需要的迫击炮弹、火箭弹和炮弹。在保加利亚城市科斯切尼茨和索波特重新启动了制造122毫米火炮弹药的老生产线。美国的使馆人员呢，还出席了剪彩仪式。北约甚至从摩洛哥和巴基斯坦搜罗老式的弹药向乌军运送。双方的伤亡数字还将继续上升。看来不把乌克兰的男人打光，美国人是不会罢手的。